大家好，欢迎来到青丘档案馆，我是馆长小杜。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神秘的非洲阿赞德人生活里非常常见的巫术和魔法，还有他们为了对付巫术一定会用到的魔药和神谕，还有巫医。阿赞德人这个黑人部落生活在非洲的中部，比如刚果地区、中非，还有一部分在南苏丹。阿文斯·普理查德是一位欧洲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学家，他来自英国。从1926年到1930年的4年期间，普理查德一共有20个月生活在阿赞德人所在的地区。他在那里做考察，记录下了阿赞德人的生活。那个时候，赞德地区是苏丹政府管理的，而且那是在2战前，苏丹政府还属于英国和埃及的管辖。从赞德地区结束考察以后呢，普理查德写了一本书，叫做《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这本学术著作在当时的欧洲被称为民族志的经典，可见普理查德的专业性和行业地位。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本书里记录的一些神秘的阿赞德人部落里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发生在非洲的中部地区。今天在讲阿赞德人的神秘巫术和魔法之前呢，我先带着大家了解一下非洲的阿赞德人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生活习惯。神秘的阿赞德人呢，在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皇族，皇族有国王、亲王，大的部落还会有一部分没有经历管道的地区安排一个亲王的代言人。在阿赞德人的家庭里面，女人的地位非常低，但是每个家庭的男性老人却在家里拥有无上的权威，因为这个男人既是丈夫，也是父亲，更是家长，在一个家庭里有着说一不二的地位。在这个部落里，女人们没有权利选择可以嫁给谁，而且每当部落里出现了和巫术有关的死亡事件，被判定为巫师的那个家庭都会有女孩子被当作赔偿的礼物送给受害者。而且就算是这个家庭里的某个男人和别人出现了通奸的事情，被赔偿出去的也是这个家族的女孩。阿赞德人会种地，但是他们不养牛，因为他们生活在热带草原上的树林里，这里的流行病让牛无法生活，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养牛的知识。阿赞德人靠种地得到食物，种植的种类呢也不少，有玉米、红薯、木薯、花生、香蕉，还有非洲的树。大量的豆类植物还可以成为他们获取油料的来源。同时呢，他们也捕杀动物和鱼类，还会采集野果、根茎和昆虫来当作食物。让人意外的是，阿赞德人还会在每年白蚁迁徙的季节里，把成群的白蚁当作食物。他们那里的野生动物和鸟兽也非常的充足，据说阿赞德人也吃大象。阿赞德人的手非常巧，他们擅长制作艺术品和手工艺品。他们有很多有名的铁匠、陶工、木雕匠，还有非常擅长编制篮子等手工艺品。有了这些好手艺的阿赞德人，在部落里总会比别人有更高的地位。他们会拿这些手工艺品去别的部落或者欧洲人生活的地方换取需要的东西。在阿赞德人的社会里是可以一夫多妻制的，不过普通的老百姓要娶老婆那是很不容易，因为聘礼通常是捕猎用的铁矛和有价值的粮食，还有手工艺品，对他们来说能娶到一个老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家里条件好的或者有地位的亲王才会有几个老婆的情况，不过女人多，孩子多，是非也多，这样的家庭也比较容易出现妻子之间的妒忌和冲突，也比较容易出现老婆用巫术伤害丈夫或者其他老婆的情况。说到巫术以及会巫术的巫师，阿赞德人相信有些人是巫师，那是天生具备的能力，他们可以用自己与生俱来的巫术的能力来伤害别人。他们也相信巫师并不需要通过仪式或者咒语或者某种神秘的有魔力的魔药来伤害别人，他们只要用意念就能调动他们身里天生的巫术来害人。而魔药在阿赞德人这里是用来喂给小鸡来获取神的启示的，也就是我们说的神谕，或者是巫医用来治病或对抗巫师的东西。在巫师之外呢，还有一种人叫妖术师，妖术师会用坏的魔法来实施魔法仪式，来对人产生伤害。阿赞德人把巫师和妖术师分得非常清楚，他们一旦怀疑有人用巫术伤害自己，就会请占卜师通过获取神的启示，然后用魔药来抵抗巫师或者妖术师。同时呢，他们也会看情况的需要来决定是不是需要请巫医或者巫医的团队来对抗巫术。
那么阿赞德人眼里的巫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为什么会是天生的呢？在我们的概念里，巫术是巫师具备的一种能力，印象里都是需要借助神秘的仪式，或者需要结合咒语才能对人产生伤害。但是阿赞德人的理解却是不同的，他们觉得巫术它不是一种能力，它而是巫师体内的一种物质，它可以通过家族之间来遗传，男男遗传或者女女遗传。意思呢，就是如果爸爸有巫术，那么这个家族的儿子就一定有；如果这个家族的妈妈有巫术，那么这个家族的女儿就一定是巫师，儿子却不会。所以父亲不会把巫术遗传给女儿，母亲也不会把巫术遗传给儿子。不过巫术这种物质虽然在身体里面，却不在具体的器官上。你要是问阿赞德人巫术在哪里，阿赞德人会在他们弯曲胳膊的时候，用肘部对应的位置，一般都是巫术所在的位置，大概就在我们两肋下面剑突软骨下面的这个位置。他们说巫术物质它贴在肝的边缘，所以只要剖开巫师的肚子，一刺破这个位置，巫术物质就会噗的一声冒出来。传说巫术物质是红色的，里面呢有可能有南瓜、芝麻或者其他植物的种子。传说这是因为巫师一般会在邻居耕种的时候把这些种子吃下去，然后对他们的收获来使用巫术，让邻居没有收成或者造成其他的坏结果。那么怎么证明一个人有巫术或者没有呢？在赞德地区，一个人想要证明自己不是巫师，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去以后由他们家族的人请求死者的结拜兄弟或者他们家族里的重要人物，在死者下葬之前对他进行解剖。这个要解剖的决定有可能是死者临死前的要求，或者这个死者的孩子或父母亲提出的要求。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巫术是巫师天然就在身体里面的，而且会通过遗传传给自己的孩子。通常父亲只传给儿子，妈妈只传给女儿。所以只要在被解剖的人的身上没有发现巫术物质，那么这个家族的父母或者孩子就不是巫师，那他自己也不是巫师。如果这个人不是巫师，而且他是男的，那我们刚刚说过，他的父亲跟儿子就不是。如果这个人是女的，那么他的母亲或女儿就不可能是巫师。阿赞德人说，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没有巫术，巫术也不会在后天进入这个人的身体里面，所以没有阿赞德人会在后天变成一个巫师。那么如果一个儿子意外去世了，总被怀疑为巫师的父亲，也许就会找人通过切开孩子的肚子寻找巫术物质。如果没有找到，就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但是有个禁忌，那就是直系亲属不能亲自做这个事情，必须是第三方或者是父子的结拜兄弟。曾经有人记录下了阿赞德人进行的这种解剖活动的仪式，也许从这里可以了解巫术大概是个什么东西。负责解剖的人首先要在腹部横切2个刀口，取出肠子的一头，缠绕在事先劈开的树枝上，树枝由他负责拿着，然后肠子的另一端从身体上割下来，再由这个人拿着。这个人会一边走一边往外离开，而那一边的人则把缠绕在一起的肠子解开。随着肠子在空中的解开，另外家族的老人们会顺着它仔细检查是否有巫术物质。检查结束以后，负责解剖的人一般会在下葬之前把肠子整理好，放回死者的肚子里面。解剖会有2个结果，要么发现巫术，要么没有。如果在死者的肚子里没有发现巫术，那么死者的家人就会用他的肠子去抽打指控他的人，或者把这些肠子晒干带到法庭上夸耀他们的胜利。那么如果发现了巫术物质呢，指控者就会拿走这些肠子，并且把它们挂在通往亲王法庭的主干道的大树上，和大家宣告这个人确实就是巫师，我没有诬陷他。而死者的家人就没有办法再洗清遗传的嫌疑了。刚刚说过，剖开尸体以及下葬都必须由死者亲属的结拜兄弟完成，因为这是结拜兄弟之间的义务之一。如果某人不是死者亲属的结拜兄弟，但是因为这个人解剖了尸体，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死者的结拜兄弟。这位结拜兄弟也有可能因为发现了巫术物质而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过无论是否发现了巫术物质，剖尸人都要在解剖结束之后举行一种特殊的仪式进行洁净，洗干净自己的灵魂。
根据记录的人说，一般巫术物质会有几厘米左右的长度，位于肝或者胆的附近，也有可能会位于胃的附近或者肠的上端。阿赞德人还说，如果一个人是巫师，那么应该就会在这个人的肚子里发现有毛发和牙齿的球状物，这个看起来也非常可怕。有欧洲的学者说，阿赞德人在进行解剖的时候，记录下来的有些被找到的巫术物质有可能只是阑尾而已。也有学者说，所谓的巫术物质其实是增大了的内脏，而且有可能是胆囊发炎产生的问题，或者说阿赞德人所说的这个位置也有可能是小肠的盲肠，或者消化食物时小肠肿胀的外形。不过阿赞德人说，巫师总是在妒忌、愤怒或者被激怒的时候才会施行巫术，因为巫师在施行巫术的时候有时会让眼睛发红。你可以想象，当人很生气的时候，眼睛其实也会发红。想到如果从中国传统的医学角度来说，肝火大的人容易愤怒，又因为肝和眼睛相通，生气的时候眼睛确实会发红。常年情绪化的人也容易有肝脏的问题，比如说肝部的一些肿胀、结节，甚至炎症、肝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些物质的肿胀和病变也有一定的可能会被怀疑为是巫师，因为他携带巫术物质呢？而且在一个家庭里面，性格和情绪还有饮食的习惯也会相互影响，所以会不会有一定的概率大家都是一样的病，所以大家会觉得巫术物质会遗传。其实在东方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最早也有巫师和医师不分家的说法。改天小杜会专门讲一期中国从远古时代到近代的巫术，以及那些至今还在流传的巫术、巫师的传说，包括巫蛊。欢迎点击订阅以及点亮小铃铛，您的支持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很多阿赞德人害怕自己会被邻居或者部落的人当作巫师，所以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努力的去避免自己做那些容易被误解的事情，比如说不能愤怒、妒忌、发牢骚，也要控制自己在出现争执、吵架的时候那些脱口而出的诅咒，比如说我想杀死你，我想让你死去，这些恶毒的话。所以在外人看来啊，包括后来统治他们的欧洲人眼里，阿赞德人是非常好相处、非常温和，也不容易和外人出现冲突的，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巫师或者被当作巫师，也为了洗清自己的清白，阿赞德人有时候会变得非常的疯狂。曾经有这么一个悲惨的故事，因为阿赞德的父亲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巫术，为了清洗自己被诬陷为巫师的耻辱，他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并且亲自对尸体解剖来自证。这个故事的起因是一位叫做比赞家的铁匠被人指控用巫术杀死了另外一个家族的铁匠。当时的国王就强迫受害者的家族接受矛和一个女孩当作赔偿，并且要求对方不许报仇，不能杀死比赞家，因为比赞家是一名铁匠，当地人求婚用的矛也好，锄地用的锄头也好，都是需要铁匠来制作的。这个职业非常的稀缺，所以铁匠这个职业在当地非常受尊重。最终比赞家赔偿了20只铁矛和一个女儿。虽然他已经不会再被仇人杀死了，但是他觉得自己是被诬陷的。这种诬陷和判决让自己很羞辱，觉得很不公平。后来铁匠就因为这个事情变得精神错乱，开始疯疯癫癫。有一天晚上，邻居们听到了比赞家在自己的屋子里嚎啕大哭的声音，而且还在高声地唱诵着当地的死亡之歌。大家都很惊恐啊，就从四面八方赶到他的家里，看到了一幅恐怖的景象。大家看到比赞家的儿子死在了地板上，后面才知道是他把自己12岁的孩子摔在地上，并且亲手拧断他的脖子。比赞家请求现场的邻居们帮他剖开儿子的肚子，查看里面是否真的有巫术物质，但是大家都拒绝了，因为在赞德地区，国王如果已经判决了谁是巫师谁不是，大家是不能再去做判断的，否则这个就是对国王和王族巨大的冒犯。可是这位失去理智的铁匠因为没有办法劝邻居来帮他，他就亲自动手剖开了孩子的肚子，结果却在孩子的肚子里真的发现了巫术。几个月后，比赞家也死了。了解这个事情经过的阿赞德人说，比赞家是死于巫术或者巫术的复仇，因为他亲手剖开了孩子的肚子，而不是花钱请别人做，也没有花钱请人埋葬孩子不祥的尸体。而这些行为都是阿赞德的信仰里不允许做的，这是非常大的禁忌。
在阿赞德人的生活里，巫术无处不在。他们通过给小鸡喂有毒的魔药来获得神的启示，巫医也用魔药来治疗病痛，这些都是因为巫术的存在。阿赞德人把生活里遇到的所有麻烦、所有问题都觉得是巫术的问题。比如说，农田里的庄稼枯萎了，出去打猎的男人在丛林里一天都没有搜索到猎物，女人们在食堂里舀了一天的水，也只捕获几条小鱼。到了白蚁迁徙的季节，大家在寒冷的晚上等了一夜，白蚁却没有迁徙，大家也没有得到食物。家里的妻子生闷气，对丈夫的要求没有回应，不肯干活，甚至包括亲王对他的人民太冷淡，保持距离，或者说对抗巫术，找出谁是巫师的魔法仪式中没有达到目的，等等等等。阿赞德人把这些所有的一切都归罪于巫术。他们觉得在任何时候，任何失败或者不幸降临在任何人身上，他都归咎于巫术。他们并不关心这种失败或者不幸是因为个人生活的哪个决定或者行动出了问题。我们知道，在我们从小到大的生活和教育里面，都会有一个认识，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不幸，或者是做了错误的判断，或者因为自己能力的不足，或者因为懒惰，或者因为自己知识的贫乏，才会造成某个事情不如意的结果。但是阿赞德人几乎会把一切的事情，所有的不幸都归罪于巫术。在阿赞德人的世界观里，巫术是所有不幸事件的根源。阿赞德人说到不幸的习惯，就是说，这都是因为巫术。在阿赞德人生活里面，巫术非常平常，它几乎可以是任何事情的原因。不过尽管如此，阿赞德人却一点都不恐惧巫术，他们只是愤怒自己的生活被巫术侵犯了，他们觉得自己总有办法去对抗或者是对付巫术。那么神秘的阿赞德人是如何对抗巫术的呢？他们是如何通过给小鸡喂毒药来找到真相，来获得神的启示呢？在获得神的启示里面，阿赞德人会使用一种红色粉末的毒药，这种毒药据说是一种生灵爬行植物制成的。这种毒药非常昂贵，也很稀少，而且得到它的过程很艰难，也很痛苦。阿赞德人需要至少远行200公里去采集毒药，因为他们坚信把那种种植植物移植回来，在家的附近就会带来灾难。然而长途的跋涉并不是唯一的困难，由于政治界限的划分，阿赞德人并不允许随意跨越边界线，所以他们每次采集毒药所获取的启示都是冒着被监禁的风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畏惧艰难，也因为获取魔药的艰难程度，所以阿赞德人一般在非常重要的事情上才会想要获得神的启示，也不会一个问题反复的去做仪式。阿赞德人的魔药有自己的名字，他们管它叫本级。普理查德教授曾经把这种称之为本级的毒药带回英国做过测试，因为量不够多，所以只能检测到具有生物碱的特点，有一定的毒性，所以魔药其实也是一种毒药。这种毒药的特点和我们之前讲的女巫的飞行软膏非常相似。阿赞德人如何用毒药来获取神的启示呢？阿赞德人通过给小鸡喂毒药，然后根据小鸡的反应，结合自己的问题正反来问，来得到推理结果，而这个结果就是他们说的神的启示。这个用在仪式上的小鸡也不是人人都有的，家里没点条件，也没有足够的鸡。不过每户阿赞德人都会努力养鸡，他们都有鸡舍。他们养鸡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于毒药的测试，通过这样的仪式来获取神的启示。条件好的家庭养的鸡多一点，母鸡是可以下蛋的，母鸡越多，下的蛋越多，可以用来孵化出来的小鸡就越多。从原则上来说，只有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类似于亲王的儿子呀，或者亲王的代言人，或者妻子的父亲，他们才能杀鸡吃。不过就算这个时候杀的也只是公鸡，或者是不会下蛋的老母鸡。鸡蛋也不能随便吃，因为要留着孵小鸡。给小鸡喂药的仪式很有意思，它一般会选在离家较远或者有生草和灌木丛遮蔽的耕地边，时间呢要在上午的8点到9点之间。在给小鸡服用毒药之前，操作的人会做一些场地和道具的准备，有问题想获得启示的人呢，一般都会带一只鸡过来以备询问。因为不是每户人家都有毒药，但是有毒药的人也许会给好几个人做仪式。这个喂毒药的仪式一般包括2个结果，它必须是完全不同的测试。如果第一次小鸡死亡，第二次小鸡活着，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如果第一次小鸡活着，第二次小鸡死了，反之这个答案就是否定的。
那么如果测试结果相同，或者每次占卜的结果不同怎么办呢？阿赞德人只会说，那是因为用到了不好的本机，也就是毒药，或者神秘力量受到了干扰。如果没有干扰的话，测试结果一定会准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正在操作毒药神谕的阿赞德男人，他操作的右手在毒药中转动刷子，他把刷子放进左手中的叶子做成了过滤器，然后他的左脚踩着鸡。操作者会用左手使鸡的嘴巴张开，用手把毒药塞进鸡的嘴里。阿赞德人是在神秘观念的框架里，根据经验来采取行动的。这种经验你没有办法用科学去分析对错，但是你也不能用常识说它一定是错的，因为它并不是宗教的非逻辑的思考方式，它也不是趋利避害的迷信工具。因为这个神秘的思想非常有逻辑，而且相互关联，非常有粘性。不仅是普通人会通过毒药和小鸡等仪式来请教神的启示，通过神谕来处理生活里的问题。土著部落的亲王也会专门养一个男孩为他操作这些，那个男孩一旦被选定，就必须一直操作，直到亲王认为他长大了。可是这个时候亲王就会把他抓来杀了，因为他根本逃不掉。亲王害怕那些把神的启示的秘密泄露给其他人，所以他们会杀了操作者，然后另外找一个男孩取代他的位置。亲王这样做是因为只有死人才会保守秘密，但是杀了男孩的亲王不会说出杀人的真相，他会在王宫里宣称这个男孩和自己的妻子偷情了，这样人们就会说是这个年轻人冒犯了亲王，所以亲王才会杀害了他。不知道真相的人就不会阻止让自己的孩子去当下一个神谕的操作者。不过时间久了，阿赞德人都会在事后发现真相，所以当下一次遇到一个男孩被亲王叫去承担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的父亲也会首先请教神的启示，事先了解他的儿子会不会因为这个工作而丢到性命。如果神的启示里说这个男孩将来要遭受不幸，父王就会把全家搬到别的王国和部落去。次数多了，亲王就很难再招到阿赞德人的儿子来做神谕操作者了。再到后来，亲王会改变思路，开始用从其他巴卡族抓来的俘虏男孩。因为亲王杀死巴卡族的男孩不会带来很多议论，人们只会说亲王杀了一个外族男孩，人们并不关心是因为什么。也是因为巫术的误解，人们会怀疑阿赞德人吃人肉。曾经有记录说阿赞德人有吃人肉的传统，其实这些传统有一部分的误解，因为阿赞德人不会因为饥饿去吃人，他们也没有把同类当作食物。之所以有这些传说，还是和巫术的文化传统有关系，因为发生吃人的背景一般都是在施行巫术的时候，或者和巫术有关的事件。在普利查德的这本书里出现过2次阿赞德人吃人肉的描述，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原理。第一次的记录是发生在德布国威国王被英国人杀死以后，格布德威国王是赞德地区比较大的一个区域的统治者，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附近的甘古拉地区，有一位叫甘古拉的亲王，就派了5个人去杀死德布格威国王以前的神谕操作者，因为据说死去的国王通过这个神谕操作者得到了很多神的启示和预言。甘古拉国王相信，如果杀死了格布德威国王的神谕操作者，那么死去国王曾经得到的那些神的预言会和这个被杀死的操作者一起死去，然后会统统失效。甘古拉派去的杀手杀死了那个孩子以后，其中2个杀手提出要吃掉他，甘古拉同意了。据说那个被吃掉的孩子是那个部落最帅气、最匀称的少年。第2个吃人的故事发生在一群巫师对他们仇人的袭击中，一个阿赞德人记录了这次袭击。巫师们起身敲鼓，这是专门用于巫术的鼓，鼓面由人皮撑开，覆盖在鼓面上做成。如果巫师们要发出召集同伙的号令，就会敲击这样的人皮鼓，因为这个鼓在敲击的时候会发出人肉人肉人肉这样的号令。他们会一起去领头的巫师仇恨的那个人家里去实施巫术。他们先来到那个人的住处，围着他的房子跳舞，然后巫师打开那个人的屋门，在用巫术搏斗的过程中，巫师会把这个人背下床，一起扔到屋子外面，然后所有的巫师就朝着他围拢过来，念着咒语，敲着鼓，这个人恐惧的几乎要死过去。接着每位巫师抓到一块那人的肉，然后起身回到他们聚会的地方。他们拿出一个用于巫术的小锅，开始在锅里煮那个人的肉。他们每个人都先把肉放在锅口的边缘，然后每个巫师都要把他抓到的肉念着咒语推进锅里，这是每个参与活动的巫师都要做的。但是那位负责召集聚会的巫师却做了手脚，把他应该推下的那块肉藏了起来。其他巫师并不知道，那些拿到肉的人都吃了下去。
后来除了这位做了手脚的巫师以外，其他的巫师都因为吃了人肉，最后都死了。因为受害人的家庭发起了复仇的魔法，诅咒所有吃了受害人肉的巫师都死于复仇。其实巫术的文化在世界各地都存在，早期也是非常普遍的。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居住在撒哈拉沙漠的时候，也曾经意外遭遇过当地巫术的伤害。她的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里有专门的一篇文章叫《死果》，记录下了这段经历。事情发生在回教拉玛丹斋月就要开始的日子里，那一天三毛的邻居们杀羊杀骆驼准备过节，他也期待着用一种叫黑娜的染料将手掌染成土红色美丽的图案。那个下午他还计划着要去镇上开一场查理卓别林的默片《小城之光》。三毛看到窗外有小孩打架玩，就好奇的过去，却发现地上有一条用麻绳串起来的本地项链，它是一个小布包，一个心形的果核，还有一块铜片，这三样东西穿在一起做成。看到三毛捡起项链，小孩们突然全都吓跑了，没人要，看着也不贵，爱捡东西自己玩的三毛就把这个项链带回了家，跑到厨房用剪刀剪断了麻绳。因为那个小布包和果核闻上去有股怪味儿，三毛就丢到垃圾桶里去了。只有那片像小豆腐干似的锈红色的铜片非常光滑，四周还镶了美丽的白铁皮，跟别人挂的挂坠都不一样。三毛看了很喜欢，就用乌粉将它洗干净，找了一条粗的丝带子挂在脖子上。三毛在事后才知道，这个铜片就是南边毛里塔尼亚的巫术里最毒最厉害的符咒，怪不得那群孩子看到它捡起来的那个时候会一哄而散。而自从戴上这个符咒，那一天各种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三毛先是全身觉得累，听个音乐，录音机没转几下，突然就疯了一样的乱转起来，音乐的速度和拍子都不对了，好像在发怒一般。正在这时，三毛又觉得鼻子痒，打了个喷嚏，过敏性鼻炎就开始发作了。这次发作的非常厉害，三毛的眼角很快红了起来，红了又发热，跑去照镜子，不到20分钟就已经肿了一块，在后面鼻子喷血，头晕到天旋地转，又开始呕吐，呕吐的程度就像全身的内脏都要呕出来似的。三毛在描述自己的呕吐时说道：“我坐起来又跌下去，痉挛式的剧痛并不停止，我叫哑了嗓子，胸口、肺里面也跟着疼痛，每一口吸气，肺叶的尖也在抽筋。这时我好像一个破布娃娃，正在被一个看不见的恐怖的东西一片片的撕碎。我眼前完全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神志却很清楚，只是身体做了剧痛的奴隶，在没有效果的挣扎。我喊不动了，开始摇枕头、抓床单，汗水湿透了全身。可是等她被送去了军营的医院，她的症状却又恢复了正常。她的丈夫荷西带她离开的时候，刹车居然失灵了，他们2个人差点出意外撞死。当军队的驾驶兵过来救他们的时候，再去检查刹车，却是一切正常。好不容易回到家，三毛的手又被车门夹了一手的血，还没反应过来，又开始下身出血，就像小河里的水沿着双腿流个不停。邻居甚至以为三毛流产了，其实三毛根本没有怀孕。三毛说自己当时完全不觉得痛，他说我正化作羽毛，慢慢的要飞出自己的身体去。当荷西在邻居的帮助下手忙脚乱地把三毛扶进家里，邻居意外地看到了他脖子上的铜片，这才揭开了符咒之谜。那条夺命的项链被要求赶紧扔了，最后由回教的教长，当地人称为山洞的老人来拿去。他用刀片剖开2片夹住的铁皮，铜牌内赫然出现了一张画着图案的符咒。三毛亲眼看见这个景象之后，感觉到自己全身都浸在冰水里似的寒冷起来。这种符咒会放大身体里原有的一切病痛，包括心念，直到自己被死亡带走。这种符咒的魔力和中国传统的巫蛊很相似，被下蛊的人常会莫名其妙的得病，或者神志受到影响，或者会出现很多的意外乃至血光之灾。包括一些神鬼传说盛行的地区，也会有下降头、诅咒术的传说。其实巫术不仅在非洲、亚洲早年的经历中普遍存在，在欧洲和北美大陆同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包括在中世纪那段黑暗的历史中也发生过猎巫运动，我们在之前的视频讲过。未来我们也会做几期欧洲的巫术和巫师以及黑魔法的专题，喜欢这一类的小伙伴记得点击小铃铛哦。欢迎关注青秋档案馆，
我是馆长小杜，我们下期再见。